穿针引线一点都不麻烦，只需要一个小技巧，穿得又快又好，真是太实用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薇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针线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，常常用来修补衣物、玩偶等。就比如我们掉落的纽扣需要缝合，或者修补开线的裤子，这时候呢就需要用到针线。然而穿针引线呢却也是比较麻烦的，因为针眼小，而且呢线又细，这使得穿针引线变得比较困难。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来说，视力可能会有些模糊，手有时候也会抖，这使得把线穿进针眼变得更加困难。因此今天教大家几个穿针引线的小技巧，教会他们会便利许多哦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方法一，纸张穿针法。家家户户都有，利用纸张来穿针引线，也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。我们只需要剪下一小段硬纸，然后将其对折起来。现在再将线放在纸的对折处，并且把纸多捏几下，按压结实一些，让纸紧紧包裹住线。然后我们用剪子把纸和线一起剪出一个尖角，就这样斜着剪出一个尖锐的角就好了，方便用来穿针。因为纸张的硬度比较好，所以呢可以轻松的穿过针眼。穿过去的同时，可以把线呢一起带过去。现在我们把这个尖角这里掐掉一点下来，这样线呢就跟着过来啦。这个穿针工作呢就完成啦。这个方法呢也是比较简单实用的。方法二，掌心穿针法。需要穿针的线呢，将线放在手掌的中心，然后取出针，然后这个孔洞呢需要对着线。接下来用针孔在线上左右摩擦，使线与针产生摩擦力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已经穿过针孔了。我们再轻轻拉出来就好。这种方法非常简单且方便，就不需要其他工具或者材料呢就可以完成穿针了。当看到线从针孔中透出时，抓住透出的线段将其拉出。这种方法比传统的线头对着针孔穿呢要简单得多，即便是老花眼呢也能够轻松的完成穿针过程。有需要的朋友不妨试试哦。方法三，纸捏法。准备好针线，把线搭在针上，然后把线折成双股，跟着再把针呢把线挑直，一定得拉直哦。再用拇指使着把线捏住，拉紧捏住，然后呢拿住针往上崩开。接着拇指和食指呢慢慢分开一点，不要分开太多，能够看到线头就好。然后用针眼对准线头的位置，直接滑下去就成功啦。针就穿好啦。这个方法不使用任何的辅助工具，就能快速的穿好针线。做裁缝的人呢，基本都在使用这个方法哦，老师傅都会的绝招。这个方法是很实用的，很方便的方法，但是也需要多次练习，毕竟熟能生巧嘛。方法四，硬币穿针法。先放一边，接下来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工具，那就是这种塑料扫把。我们取一根下来，然后再把扫把丝呢从中间对折一下。在中间对折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多捏一捏，使扫把丝的顶端形成一个硬硬的尖角。接着我们再拿一枚硬币，用透明胶带把扫把丝固定在硬币上，刚刚折叠出来的尖角朝上。这样一个穿针引线的神器就做好啦。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针眼穿过扫把丝的尖角。现在扫把丝的顶部呢有一个小圈，我们把线拉进这个圈子里，然后把针拉出来，
这样线呢也会被一同带过针眼，我们的线呢也就穿好了，非常的简单快速哦。这个硬币上粘的扫把丝用完之后，就相当于一个穿针神器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针线盒里，下次呢还可以继续使用呢。而且扫把也是我们家里必备的清洁工具，随手可得。扫把丝不仅细，而且比较坚硬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扫把丝搭配硬币。方法5：线头穿针法，有的也叫永不穿针法。因为穿一次针线以后呢，都不需要再麻烦的穿针了。我们的针线使用过后呢，上面一般都会残留一小段的线头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线头来把新的线呢给穿过针眼。方法也很简单，我们先将剩下的线平铺开，然后把要穿的新线呢放在一边的线头上，另外一边用手捏住。现在呢，我们再拿住另外一边的线头，将其缠绕在针头上边，缠个3-4圈就好了。好了，我们轻轻的拉住就好。接下来我们拉住另外一头，然后慢慢抽动，这样我们在把线头带出来的过程中，就会将新线也一并带过针眼。看到了没？就出来了。这样新线呢就轻松的穿过了针眼，线就穿好了。方法非常的简单吧？下次剩下的线头不要抽掉了，可以留着穿新线的时候再使用。最后牙刷穿针法，我们可以将废旧牙刷平放在桌面上，刷毛位置朝上摆放，这时将线拉直，稳稳地放在刷毛的表面，再用针眼对准刷毛上面的线往下按压，这样就轻松地将线穿进针孔内了。看见没？这时我们把线捏住拉出来就可以。由于牙刷的刷毛比较柔软纤细，所以可以轻松地将线塞入针眼内。通过这种方法，我们可以快速轻松地完成穿针引线啦，而且还可以使废旧牙刷得到充分的利用呢。牙刷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物品，牙刷也是需要经常更换的。如果您觉得穿针引线比较麻烦，我们就拿一把废旧牙刷过来，利用废旧牙刷来帮忙吧，解决穿针引线这个问题。有时候不仅仅是家里的老年朋友穿针引线不方便，甚至还有一些年轻人也不习惯穿针引线。那学会这几个方法之后，就可以利用这几个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穿针引线的麻烦啦。学会就不用再到处找人帮忙了，学会记得把它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。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好方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您的留言和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